花瓣继续飘落，每一片都如同含着千钧之力，重重地打在亡灵夺魄的庞大身躯上。亡灵夺魄也不甘示弱，直接发起夺魂的反抗，但那股力量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直接反压着亡灵夺魄的力量，让其丝毫无法反抗。最后亡灵夺魄的身躯上出现了无数夺粉色的花瓣，而花瓣之中所蕴含的力量并不是天位神力，而是拥有道法的玄妙力量，每一朵花瓣都能够让9重天位神以及9重天位神巅峰都感到绝望。然而下一刻，那近乎无敌般的亡灵夺魄终于承受不住花瓣中的道法力量，开始被侵蚀瓦解。这一幕看得众人有些暗自咂舌，这股力量简直超乎想象，众人的目光皆是望向遥远的高空上，那里便是花瓣落下的源头。虽然隔着非常远的距离，可是众人还是看见了一道身影，那道身影若隐若现，如同是从画中走出的仙女，飘逸脱俗，令在场的所有神级强者都不由自主地屏息凝视那道倩影，宛如月宫仙子。她的身姿曼妙而优雅，体态轻盈，如同无物可居，一袭长裙随风舞动，宛如流云般柔美动人。她的容颜仿佛雕刻自最精致的玉石，每一处线条都透露出万界的神韵。然而与她绝世容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强大而深邃的玄妙气息，那是超越天位神之上的神境领域，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位神级强者都不敢对其有亵渎之心，因为对方绝对有瞬间抹杀在场所有神级强者的实力，也包括那3道影子。很快，这道身影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他的出现无疑令的所有人都有些感到诧异起来，因为这是万界圣子争夺战，他不可能会插手其中的事物。周围的神奇强者们的目光在这道清晰的身影身上流转，感受他们身上的玄妙道法之气，恐怕实力已经达到半道神高阶甚至更高的巅峰层次，因为他正是圣花殿的殿主。3位，如果你不是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可以立马离去，而且刚刚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一道清脆的声音自那位圣花殿殿主嘴中缓缓传出，仅仅一道声音，竟是让周围的神奇强者都纷纷感受到了极其可怕的威慑力。萧炎、林动武陈3人望着那透露出强大气息的圣花殿殿主，一股恐怖的道法气息笼罩这片天地，使得他们都受到了一丝影响。还好这股气息并不是针对他们，而是3道影子，如果他们所料不差的话，这位圣花殿殿主恐怕领悟自身所修的大咒道法已经达到了极深的造诣层次，不然也不会仅仅一朵花瓣中就蕴含着可以摧毁一切的玄妙道法力量。圣花殿殿主的出现，这一片天地仿佛只剩下了独属他的花瓣飘落，仿佛这里的所有神级强者都成为了他的道法中的牺牲品一般，没有任何的反抗力量。面对着圣花殿殿主出现，3道影子的神色也是逐渐的凝重起来，他们在圣花殿殿主的身上感受到了连他们都畏惧的道法气息，实力更是远在他们之上。圣花殿殿主，久仰大名，我们来自神界域中亡灵神族的神灵，这神域碑是我们之物，希望还请谅解。我们来此就是拿取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拿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会立马离开，不会影响你们万界圣子争夺战。3道影子也是带着笑容的对着圣花殿殿主介绍道，也是希望圣花殿殿主能够明白他们的用意，毕竟刻意将神界域以及神族一直都是神秘的存在，如今他们这般话为的就是来威慑圣花殿殿主的。圣花殿殿主原本那冰雪的绝美容颜上，一听到神界域以及神秘神族后，脸上有着微微的变化。对于神界域他也是有些陌生，但也是知晓一些。看来大咒除了9大界，果然还有9界之外的世界存在。我知道你们的背后神族势力很强大，可是你们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东周之地的安危，所以即便这个东西是你们的，也不能让你们夺走。圣花殿殿主并没有被先前3道影子的话给震慑，反而用最直接的话回怼而去。后者们也是没有想到这些9大界的神灵如此迂腐，不过面对实力在他们之上的圣花殿殿主，3道影子只感觉内心有些挣扎，因为圣花殿殿主的实力刚刚他们已经领略过了，仅仅只是洒落花瓣就能够让他们最强的必杀技面临崩溃，这足以证明了对方的道法领悟已经远超于他们，而且对方所领悟的还是极其少见的圣花之道，而他们目前也只能施展出1成的亡灵之力，如果施展2成的话，或许有可能与之抵抗。但现在圣花殿殿主的突然出现，导致了他们想要夺取神域碑恐怕会有些困难。圣花殿殿主，你是执意要与神界域的神族作对？不死心的其中一道影子冷声道，回答他们的依旧是圣花殿殿主那冰冷的拒绝话语。自然，虽然你们来自9界之上的神界域，你们的底蕴无庸置疑，不过你们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东周之地万物神灵的生存，而我又是东周之地的主宰，你们觉得我会眼睁睁的看到自己的东周被毁灭吗？面对着圣花殿殿主的坚决之态，3道影子也不再说话，因为今日他们想要夺取神域碑，就必须从圣花殿殿主的尸体上跨过去，可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圣花殿殿主，就算前去拼命也不可能有所胜算。半道神之间的小境界之差都是萤火与皓月之别，这如何能够战胜拥有半道神高阶甚至巅峰的圣花殿殿主？
就在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道霸气的声音从他们的另一侧传出，一道散发出恐怖气息的身影突然走了过来，因为他的时机已经来到。三位亡灵大人，看来你们是遇到麻烦了，要不要让我来相助你们，让你们顺利夺得神谕杯？这道身影身穿一袭金色衣袍，衣袍之上还有一身龙图，头戴地冠，双眼细长，竟是天生长着一副笑脸。不过对方的脸上笑容却是给人一种阴森之感，并且手持一柄金色龙形大刀，散发出极其可怕的刀气，浑身上下流动着一道磅礴的金色神元之气，一股可怕的威压直接弥漫至这片天地之间，让在场的众神奇强者都深深感到一丝忌惮。天龙、灵动牧尘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神奇联盟的天龙大神君竟然会站出来，而且还口中狂言说要相助三道影子。而随着天龙大神君的身影出现在三道影子身边的时候，圣花殿殿主也投去异样的目光。天龙的实力也就9重天位神巅峰的修为，为何还敢站出来？但是圣花殿殿主也不是吃素的，虽然对方是神奇联盟的大神君，但是今日这神谕绝对不能被夺走。大神君，你这是何意？虽然你们神奇联盟的底蕴庞大，可这是我们圣花殿的地盘，你这是要与我们圣花殿为敌吗？呵呵，圣花殿如今在神奇联盟的眼中可不算什么，现在的神奇联盟更是今非昔比。既然三位亡灵大人需要这个神谕杯，为何不给他们带走呢？天龙大神祭有些阴阳怪气的冷笑道，似乎根本就不惧怕眼前的圣花殿殿主。你怕是忘记了，你是来争夺万界圣子之名，如果你执意如此，你的资格这将会剔除。圣花殿殿主眼神直勾勾地凝视着对方，低沉道：哈哈，你真的以为本大神君是来参加什么万界圣子争夺战的呀？领悟道法，我们神奇联盟就有这样的资源，我何须来此？天龙直接大笑起来。这时圣花殿殿主柳眉微微一皱道：哦，你来此还有其他目的？天龙大神君此刻则是诡异一笑，并没有回答圣花殿殿主的问题，但他片刻后继续说道：等本大神君先相助三位亡灵大人后，待会你就会知晓了。放肆，在本殿主面前还敢大言不惭，不要以为你是神奇联盟的大神君就可以为所欲为，若要杀你，今日你必定陨落。一道充满怒意的声音从圣花殿殿主的嘴中传了出来，但也表达出了他身为一方超神巅峰势力之主的气魄，能够正面与神奇联盟的大神君叫板还是少见的，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哈哈哈，那如果说我今日不会死，而死的是你，以及圣花殿所有弟子，还有整个东周之地，都会作为你们的陪葬之地的。这时天龙大神君更是大笑了起来，令众人都感到一丝诧异。这天龙大神君的实力也就9重天位神巅峰，何来的自信说死的不是他，而是圣花殿殿主和众弟子不远处的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看着天龙大神君的怪异之举，倒是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内心的不安，总感觉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一般至于其他神奇强者，倒是认为有圣花殿殿主在，天龙大神君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来。毕竟圣花殿殿主的实力可是货真价实的半道神，这小小9重天位神巅峰在其面前简直犹如可以将其捏死的蚂蚁罢了。你是神奇联盟的大神君，你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夺取神谕杯？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三道影子开口了，他们也不那么相信天龙大神君可以做到在圣花殿殿主面前还可以做到夺取此物。三位亡灵大人，我这么说自然有方法，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相信我了。只要你们相信我，待会配合之下，我可以让你们100%的夺取神谕杯。天龙大神君一脸神态自若地表达着自己对如今的局面掌控，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你为何要相助我们？我们可与你们神奇联盟一直不存在任何的来往。他们还是有点不相信天底下会有掉馅饼的事情。天龙大神君自然也听出他们的话语中的意思，然后对他们解释道：三位亡灵大人，虽然我们之前没有什么来往，不过这里面也有需要我做的事情，这也是我来此的一个目的。至于是什么目的，恕我不能说。原来如此，看来你所做的事情也与神谕杯有关系。天龙大神君一听，显然有些一惊，没想到自己没有说出来，就已经让对方猜到了关于他的一些计划。但天龙大神君也没有隐瞒，当即点点头道：没错，只要你们拿走神谕杯，我就可以进行最后的计划。所以看似我在帮你们，实则也是在帮自己。旋即三道影子和天龙大神君达成了双方的共识，立马成为了同一个战队。你的方法是什么？三道影子看着天龙大神君沉声道，他们也很想知道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圣花殿殿主的手中夺走神谕杯。然而天龙大神君嘴角则是靠近三道影子的耳边，将自己帮助他们夺取神谕杯的计划一一说了出来。在三道影子听完天龙大神君的这个方法后，有些吃惊，看向天龙大神君的目光也变得有些浑浊，微微吃惊起来。不过为了能够得到神谕杯，他们也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进行了最有把握的合作。圣花殿殿主冷冷地看着天龙大神君和三道影子，然后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而去。在本殿主的面前还敢筹谋划策，今日你们全部要留在此地，一个都别想逃出去。呵，
金影龙灭爪。面对着圣花殿殿主的强大威压笼罩而来，天龙大神君立马身影一闪，然后直接全力出手，恐怖的神元之气在他的体内爆发，那力量简直就是能够毁灭一切的存在。光明闪烁而起，宛如一尊可怕至极的神，在虚空中一道巨大的金色巨手快速形成，而且从虚幻变成实质，跟真的龙爪没有任何的区别。同时一道巨大的爪影倒映在了圣花殿殿主的身上，再被这道爪影笼罩下，圣花殿殿主则是一脸不屑，立马爆发出自己的道法力量，一朵粉色之花便是在圣花殿殿主的手掌中凝聚成型，隐隐散发出令人根本无法抗衡的压迫力。